湖南深山里的古村落，如今只剩2栋土坯房，孤零零地闯入无人机视野。荒草为簇，往期的烟火生机早已消散，只剩他们在林海间静立，像被时光遗落的印记，满是岁月沉淀的寂静与荒凉，令人心生怅然。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祝大家朝朝日月，岁岁安澜。大家听到我周围响彻的流水声了吗？今天我来到了湖南的一座大山里面，在我身后的这个山谷有一个古村落，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古村落里有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有几户人家居住。那么我们待会儿再进入山谷，我们先看看周围的环境吧。嗨，大家好，今天呢，我带着安南去探访一座古村落。在这个村落的入口处啊，我们听到了这个潺潺的泉水、春沙的声音。在我镜头的正前方，我们可以看到一座用最原始的方法搭建的一座桥，完全是用花岗岩搭建的。这座桥啊，从它的结构上看，保守应该有50年以上了。在它旁边呢，新修了一座就地取材的一座花岗岩石桥，但是这座桥呢，可能它的承重力啊，或者它的设计啊，都会跟我们现代的桥梁有所区别。我们看到的这个溪水，你看里面有很多这种鱼在里面游来游去。溪水非常的清澈，在这个大山里非常的安静，但是呢，水里面呢，因为有些人啊不注意卫生，像吃的一些零食袋呀，都放到这个溪水里面了，所以啊，环境还是希望大家共同的去爱护、保护，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给子孙后代留下青山和绿水。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去这个山谷里面去探访这处古村落了。好，阿南，现在我们出发吧。看这边，整个溪水是从这一侧的山谷里面流下来的，像现在都还没有下雨。但是里面的这个山泉水啊，非常的清澈，以及呢水资源呢也非常的充沛，所以在几十上百年以前，古人在这个地方生活啊，水肯定是不缺，木材也不缺。然后呢，这个地方呢，种田啊，或者种蔬菜，待会我们就要去看看里面是否有这样的田地或土地。木材、水都不愁，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一路上啊都有这种电线杆往里面拉了电线，所以里面是肯定有人住。但是具体有几户人家住，有多少人在里面，我们现在不清楚，只有我们走进去才能知道了。这里的溪水都把那一块巨大的岩石冲出一块凹痕了。是的，在这个溪水里面啊，它有这种天然的这种鱼虾，在这里面。只不过是现在天气一下子转凉了，从炎热的酷暑37、8度，直接一夜跌到了冬天12、13度，非常的寒冷了。所以我们现在都要穿上比较厚重的外衣外套，在这个深山里面温度会更低。这里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的。我们走到哪里都能够看到这种非常漂亮的蝴蝶在我们前面飞舞。看样子这个季节好像就是毛毛虫破蛹的时候。这里还有山茶花，这是在山谷里面的，
非常的漂亮，看看没有，还有好多这样的蜜蜂在这里采蜜。不怎么香。好吧，我们就往前走吧。它这个电线杆都是新旧交替的。这里还堆放了许多木材，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山上啊，砍伐了一些杉树，可能是用于做建筑啊。而且在这个位置，我们又可以发现一座石桥。按照它这个桥的所属位置，这一块以前是一个农田，只不过呢，线上栽上了这种荆棘林，整个这一片啊，看不到任何这样的农作物了。现在我们沿着眼前的这条碎石公路，一直走到这个山谷里面去。今天呢，风还不是特别大，大概有这个4级风左右的风，但是到山顶上，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7、8级风，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一路过来，这里全都是一些石壁，整个这一条溪水一直从山谷里面流到下方去，所以呢，这个山顶上以前生活的居民啊，他们的日子啊过得会非常的狭义。这个爸爸刚刚说的那句话，正好是我6年级日有所诵里面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所以就是要多读书。爸爸说一句，你就要能够想想你之前有没有学过这样的知识。看，那里有一条小鱼。这溪水里面，刚刚在山下看到很多，这里面有这些小鱼仔在里面游来游去，所以这里面呢，生态保护啊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受到污染。它这座大山呐，也是属于石头山。你看它两侧全部就是成块成块的这样的石头，而它是山体上长满了这些树啊，生命力都是非常顽强的这种木材。这里的水是一路从这个山上一直流到山下的。在这个地方生活呢，可能啊，你就需要有足够的这种经济实力，在这里面隐居或者过上与世无争的生活，在这里面来养老还是不错的。或者是说，有些人呐，他看破红尘，不愿意在这个城市里面去过上这种朝九晚五啊，甚至是007这样的生活，他们就会选择到大山里面啊，养养鸡啊，养养鸭呀，过上那种鸡鸣狗吠的这样的一个田园的生活。哎呦，好冷啊！沿着这个碎石公路，我们走上来大概是800米。前面我目前还没有看到，哎，现在有看到一户人家了。它是那种泥巴房。啊，这里有一栋泥板房，对不对？是的。我们看一下这里面还有没有人住啊？这边还有桥。你看它这个，它这个菜园子啊，都是用这种就地取材的石块堆积起来的，然后呢，在这个一处地方开辟种菜，但是呢，这个菜园子啊也是荒废了。然后这里用了2根电线杆，做了一个简易的便桥。我们先进去看看里面有没有栽种一些蔬菜呀、水果类的这种果树，或者是看看这里面是不是可以通到山顶上去。
看上去里面都还有人家在里面。现在这一片呢，就变成了栽种了这种桂花树。以前这一个地方，它是种了很多蔬菜的，作为这一户人家的一个菜园子。好吧，我们先去这个房子里面去看一看。整个这条公路，你看全部是这种大块的石料堆积起来的一条公路了。桂花真是个好东西，又可以酿桂花酒，还可以做桂花糕吃。是的呀，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呢，就是收这种鲜桂花呀，把这个桂花收过去，他们就可以做很多你刚刚所说的这些成品啊，做成桂花糕啊、桂花酒啊。这里全都栽种起这种树了。我们看看这里面还有人没有人住啊？好像有人哦。啊，这里看上去是有人住的，对不对？啊，它这个房子属于这种吊脚楼的形式，这种泥板房，时间保守应该都会有50、60年了。待会儿我们去问一下，你看门口好多这种分香。应该是养蜂的。这里是2户人家吧？看看这里面有人住吗？它这里写的是供应土蜂蜜，假1赔10。应该是变成那种养蜂的，你看那里。啊，蜜蜂是吧？非常多。哎，你好，你一个人在这里住吗？啊，大哥贵姓啊？姓陈的。啊，姓陈啊。你就一个人在这里养蜜蜂啊？不是，不是我养蜜蜂。啊，你在这里养山羊？我是做点小事。啊，在这里做点小事。嗯。我们就带小孩子到山上里来玩一下。叔叔好。你一个人在这里面待着啊？有2个人，他在上面做事。啊，这里住了2个人，晚上也是睡这里吗？睡这里啊。晚上也睡这里？那这里安静呢。对，安静。啊，这个现在都还有蜜蜂可以。都是别人养的。啊，别人养的。别人给在这里养的。啊，不是你们自己养的。不是。啊，我进来我说进来好安静，我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要是有人家住，应该或多或少都会养鸡啊、养狗啊，或者是养猫这些，我见都没看到。经常在这里哦，我们是没事的时候就在这里。啊，就是有事情做就到这里来一下，没事情的话就你们自己的新家还是在山脚下了。在普吉那里。啊，在普吉镇那里了。啊。这边全。这以前这里是一个古村落吗？还是什么？以前啊，这也是一个小组啊。啊，就是村里面的一个小组了。村里面的一个小组。但是现在这里面已经全部搬走了吗？全部搬走了。搬走多久了嘞？那有几年啊？才几年吗？啊，我都有10年有多了。啊，你到这个地方都有10年没来过了？啊，不是经常来呀，经常来，我们搬走了有10多年了。以前你是住这里？你这里就只有1户人家、2户人家、3户人家吗？以前有差不多有10户的左右。是吧？这里有10几户人家。是不是那个山里面还有人家吗？还有2户啊。现在里面还有人住吗？没人住啊。但是房子还在。房子还在，房子还有1户人在。啊，里面还住了1户人家。哦，但是也是一个人住吗？也是一个。人在外面了。啊，但是人去外面做事了。但是房子还保留，还住在这里面。是。但是你这里通车的话，我刚刚进来好像通车也不是很方便嘞。通车也可以啊。碎石路要是下雨天。大车来长那个竹子啊，那个树木都还可以的长。啊，那是司机的技术肯定也要好一点了。啊，那个路我刚刚进来路就刚好1车宽，只有1车宽，最多就是2.5米的车。小车啊。啊，2.5米吧，那个公路。那也是随便走啊。啊。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啊。那今年还是来过1次。啊，就来过1次，这个地方还可以啊，风景挺好啊。哎，在这里面或者是到夏天呐、玩水啊。是夏天有好多人在这里玩水。
是吧？我应该就是夏天应该会人多，冬天可能冬天应该过来也有人会过来看看这里下雪或者什么。冬天没人来。冬天没人来。冬天太冷，他不会来。啊。夏天来玩水在这里。啊，就夏天玩水，平常这里没有人过来。现在小孩子基本上都没有在村里面体验过生活呀。现在有谁在村里面体验过生活？没有啊，对不对？现在基本上都在城市里面待着。啊，在像这种地方。他们根本就感受不到现在老一辈的人在山里面的苦啊，是不是？现在这个陈大哥的这个门前呢，以前也是块菜地，你看都已经差不多也快要荒废了，但是呢，种了一些经济作物，像木质树，然后呢就种了一些红薯，然后还种了一些板栗树，进去做事了。好吧，我们就不去打扰陈大哥吧，我们去这边跑着看看。这边也有蜂箱。啊，这里也是别人寄养的蜂箱，在这里。但是我怎么没有看到蜜蜂啊？是不是废弃了？你看这个房子就已经彻底废弃了。它这里面所有的一些建筑啊，基本上没有做任何的改动，都还是几十年前的这样的一个装饰设计。这边还有蜂巢嘞。是的，但是那个已经废弃掉了。是的，要是有蜜蜂的话，我也不敢来，会被蛰。这个里面就是种植了柚子、芭蕉。然后这条路呢，应该是可以到山谷里面去的。然后这一天呢，也是有一条路可以走上去，但是呢，这里边没有电线杆。你看电线杆，它这里都已经废弃了。在以前啊，可能这个山谷里面呢，都还是有人住，因为这里是有路可以进去。但是现在呢，因为杂草丛生，而且看不到新的电线杆了。刚刚在右边那边可以看到新的电线杆，待会儿呢，我们从右边，按照陈大哥刚刚告诉我们的路线呢，我们再从右侧，里面还有一户人家在里面住，我们待会儿进去看一下，好吗？现在我们就去那个山谷里面的另外一户人家里面去参观一下。这棵树好像是白玉兰树吧？这一棵不是，这一棵应该是枇杷树。枇杷树。结枇杷的，因为现在都不怎么分得清白玉兰和枇杷树。这个枇杷树上面结了，你看，爸爸告诉你啊，看这上面它结了果子，但是它要到了明年的4月份才会开始有果实才会出来，还得等半年时间。现在才10月份嘛，发现这里有好多蚂蚱和蝈蝈。好，不管它，我们去前面。一般城市里沿着前面那条沿山的一条小路，那里架了新的电线杆，我们去那里看一下。看它这个位置，它以前它这里是一个屋基，一个屋场，但是这边的房子已经倒塌了，就被种了一些荆棘林在这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树，见识不是很多，很抱歉，分不清这个树的品名叫什么。这地上怎么这么多柿子？这是一棵柿子树吗？不是吧？哎，这个是柿子树。这个好像是黑枣和柿子的结合。是的，这是一个柿子树。这个柿子树还没有成熟，可能它这个柿子啊不是特别好吃，因为现在没什么人过来摘。然后这一棵呢，应该也是柿子树，所以刚刚陈大哥说这里面是以前有10来户人家住在这里面，但是现在基本上没人住了。这边还有这些
经济作物啊，都是以前这些村民啊，这个小组里面的人在里面栽种的。哎呦，这里有很多小红果，不怎么认识。这个呢，就是看不懂这样的野果子。好吧，我们现在就沿着刚刚我们走过的这条简易桥再走进去。那么里面那户人家呢，他再要出行，又只能靠双脚才能走出来了。他这个位置骑自行车都要非常好的技术。很好奇，这泉水的发源口到底是在哪里？泉水的发源口应该还在山的深处，因为我们在的位置就是在两座山的中间。这一处呢，以前它这里是单独挖的一条公路，但是这条公路呢，不知道是通向哪里，应该是这边还有车轮碾过的痕迹。应该是这里盖房子的时候做了一个。它这条路是单独挖了一下，在几十年前，这里的路肯定不会有这么宽，应该都属于那种羊肠小道，就是最多能够容纳2个人并肩行走。哦，这里有红色的蘑菇，这边这个红色蘑菇就有毒了，不认识。这些红色蘑菇就会有毒的。前段时间下雨，所以这条路啊还是非常的潮湿。幸好它这个山呐属于石头山，要不然呢，今天要是我们过来，会是一脚的泥巴。这个怎么越看越像野生的栗子？这是板栗树爆开了，在这山上，这个应该不是野生的板栗树，是以前住在这个山谷里面的村民看，栗子。不管它了，栽种的这些树木，只不过这里面已经没有人住了，就荒废在这里了。到处都是这种红色的蘑菇。这种蘑菇，如果大家对蘑菇有研究的，可以告诉一下这个蘑菇属于什么品种。但是这种蘑菇肯定是不能食用的。不过从科学依据上，人们分辨颜色鲜艳的就一定有毒，颜色朴素的就一定不会有毒，实际上是错误的。那怎么说呢？有一种白柄鹅膏，看样子非常朴素，因为它是那种灰色加白色的，但是却对人类有剧毒。就是白色的，对不对？正常很多人说是白色蘑菇可以吃，是不是？是的。然后其他颜色的蘑菇就不能吃。所以这个知识你是从哪里获取的？当然是从书上学的呀。或者是从那种科学纪录片。好，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陈大哥家就是刚刚在下方，它前方呢就是一条接近40米深左右的一个小山谷了，而且呢，泉水全部是从这个山谷里面一直流下去，从我们刚刚山底下走上来的。而且在这个房子的后山上啊，基本上都被开发出来了，不知道他准备是要种一些什么样的作物在上面。这个山上啊，以前肯定是成片的竹林，把它砍伐掉以后呢，可能它会种一些经济作物，或者是一些收益比较好的一些树木。
它身后呢看上去是有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呢，因为我们刚刚过去的时候啊，被东西挡住了，那么我们就不去打扰人家吧。刚刚陈大哥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太多的交流，所以我们暂时先去这个深山里面去看一下。这边都还长了一些竹子。这里都有山羊屎，应该是从下面的那个村落那里养的山羊爬到这里来吃草。啊。天气稍微回暖了一点点，我们就能够听到鸟儿叽叽喳喳了，然后呢，能够看到啊，这个一些虫子啊、蝴蝶啊、飞蛾啊，就开始在外面自由活动了。看一下，这个是新拉的电线杆，一直延伸到那个山谷里面去，好吧？现在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从山脚下走到这个位置来，我们已经走了接近30-40分钟了。看样子还要走好远呢。啊，慢慢走。站在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这个山谷，这个垂直高度接近有50米，然后对面就是城南叠嶂。前面这个地方应该是经常被走的。这里可能会有小车、3轮车，或者是刚刚这位陈大哥所说的，很多一些村民在这个山上啊砍伐竹子啊，还有这些沙漠啊，他们要做一些用途，就会开这种货车过来。但是我们刚刚过来的时候啊，这个路的宽度不超过2.5米，而且两侧呢它没有护栏。技术不好或者是没有经验走山路的司机朋友们，还是不建议到这里来，防止不小心掉到山谷。虽然山谷的高度才40多米高，但是还是有风险的。现在这个微风吹来啊，还算是能接受，再等个1个月就会非常的寒冷的。就可以听到淅淅的水声了。你看这个地方走的人肯定不多，我们基本上看不到有新鲜的这个车轮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有羊、有山羊的这些脚蹄印。旁边都堆放了很多石头。它这个石头是这户人家，他为了通行，请的挖掘机沿着这个山开挖出来的。因为刚刚我说过，整个这个大山它属于石头山。不过这条路呢，还算比较好走，有那么宽。再一个呢，杂草还不是特别深。这里都没有看到山羊屎了。可能山羊还在山里面，因为两边啊没有什么草给它们吃了。山羊它对这个草料啊会比较挑剔。这里就是平路了，再往前走一走。走到这个小平台这里，这个电线杆都还在往里面走，所以在中国的一个地方啊，很多网友都流行的一句谚语就是：只要看到有电线杆，
你沿着电线杆走，就肯定不会走错，也不会迷路。所以呢，从这个电线杆的新旧程度来看，这里面的房子啊，肯定有建了新房子，甚至有可能，或者这个房子它做过翻修，它绝对不是那种已经倒塌的房子在里面。怎么还没到啊？先不急，慢慢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下。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羊肠小道。哟，哎呀，我休息一会儿。好吧，走了这么久了，休息一下就休息一下吧。看前面都还是崇山峻岭，这里的电线杆还在往前啊。所以它这里面以前住在这个里面的人家，不得不佩服他们。当然了，他们的祖先选择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在这里面世代生活，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生命无忧。哪怕是过上粗茶淡饭的这种日子啊，最起码他们可以能够顺利的繁衍后代，能够看到今天这样美好的生活。然后呢，他们的后代呢又能够很顺利的从这个山谷里面走出去，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好过于在那个战争炮火年代给人的摧残。好吧，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吧。刚刚从山下，我身上还是凉飕飕的，现在我身上都有点热了。有人要不要脱衣服？不需要，害怕感冒。这里有一条小小道，这一条小道呢，应该是到那个泉水的位置，但是现在因为下雨了，好湿滑，我们不走了。这边还有一只雄蜂，啊，这只雄蜂就好大，嗡嗡嗡的响。就因为今天的温度啊，比前几天稍微高了2、3度。这里是一大片空地，以前应该有房子。哇塞，真的不得不佩服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人呐，他的胆量有多大呀？都没有路了，关键这个电线杆一直往里面延伸。住在那么里面耶，他住在这个里面做什么？无法去理解。有些人呐，他们的一些想法，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前这里应该是一片稻田。不错，安娜你说的对，这里是以前种水稻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山谷里面，老一辈的人他们要自给自足，就必须就地开垦荒地，镇上瓜果蔬菜，不能够完全是靠山吃山。这边有很多碎石头，应该快到了。中国的电力集团呐，
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为了这个山里面的这一户人家，拉了接近1公里的这种电线，而且是新架的电线。只不过呢，要是把这条公路修成那种比较好走的那种简易路啊，都还是需要资金的。所以政府啊这块啊，可能暂时不会帮他做这个方面，因为毕竟走进来的距离接近有1公里多路，我们目前走过来，所以成本还是比较高。又要走这个羊肠小道了，哎呀，有点想放弃了。那有什么好放弃的？这个山里面肯定有人啦。刚刚那位陈叔叔告诉你啦，这山里面还有人住啊。而且这个电线杆这么新，肯定有人啦。应该快到了。他这个房子就真的属于深山峡谷里的房子了。还没看到人吗？没有。好吧。啊，前面有人呢。哎，你好。伯伯你大哥好。你在这里在什么啊？就是捡那个油茶啊，捡油茶。啊！哎呀，我看到好多人现在都开始在捡油茶嘞。现在就是油茶的时候啊。现在油茶打出来油多少钱斤啊？不知道。啊，你这是自己吃，不卖。啊，不卖。伯伯，请问前面还有人家住吗？那个人家还有人住吗？没有人住了。啊，已经没人住了。你们2个在这里面搞茶子。哎呀，没捡到钱。你们是稍微得一丁点空就来山上搞点经济作物。没想到前面竟然没有人住了。但是呢，我们现在这里看到了一栋房子，应该就是刚刚先拉电线的这一栋。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先来这个房子里来参观一下。他既然为了这一户人家单独拉电线，那么这里人肯定是有人住在里面。只不过刚刚陈大哥说过了，这户人家啊，有时候在外面去务工，去做点生意，或者是去外面要赚点钱，他才能够在这个大山里面啊更好的生活。只不过现在这个房子的前面，以前这里都是种了好多庄稼的，这里应该是一块良田，但是因为没有人在这里开垦呢，荒废了。我们来的时候，他们应该正好要出去办公。看这里也是搭建的一个简易的石桥，它这个石头还非常大块，一块石头差不多有十几吨重，还不是那种小石头。而且这个石墩桥啊，保守都有40-50年了。它这个位置住在这个深山里面，可能当初应该会有3-5户人家。我们简单看一下，像这一侧以前应该是有人住在这里面，只不过房屋倒塌了，这里看不到了。现在就只有这栋房子还保留在这里了。但是这栋房子呢，也是这种泥巴房。泥巴房和夯土做成的房子啊，它还是有区别的。夯土墙它是那种非常结实的，里面呢有糯米啊、红糖啊、石灰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材料把它做成的。
一个泥头，最后把它修建成一个外墙，而且夯头墙它的结构啊，比这种泥头房啊要更加的牢固，更加的安全，而且更加的耐用。而且夯头墙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建得起的，因为它需要更多的财力、人力和物力才能够建夯头墙。在古代，只有那些皇亲贵族、非常有钱的人家才能建夯头墙的房子。爸爸，你看我发现了什么？远看像一个木头，实际上它是一只幼虫。这幼虫是什么幼虫？我也不怎么认识，但是它这个伪装的真的很像木头。啊，好吧，看看它这里都还放了蜂箱，这里肯定是养蜜蜂。而我们眼前这栋房子，它是泥土房，所以呢，它更容易出现水土流失的情况。相对来说，它的年限适应性没有夯头墙那么久。这样看起来，这栋房子的主人应该搬出去2、3年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架的有卫星天线，可以看电视，然后甚至我们居然这里都还能够看到它装的有监控仪，装的摄像头在前面，所以这个房子的主人对周边的还是做了一些设计，只不过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块荒凉的地方了，到处都是杂草丛生，眼前的这些杂草比人还高。好，我们现在走到台阶上去看看，屋门前面这一棵大树应该有40、50年了，但是这个树不知道是三枣树呢还是什么其他树种，我们现在就不得而知了。好，我们从这边过吧，那边过不了，我们从这边过。这边，它这个位置应该以前是一个厨房，或者是养殖地方，因为但是门锁住了。它这里都还接了有自来水管还是山泉水？我们看一下，还有水吗？没有水了，但是我们要把它复原。刚开始是什么样，我们现在让它是什么样。这里还有一面镜子，这里还装了这种玻璃，还有肥皂，看样子还有洗衣粉，所以这个地方荒废的时间不会太久。在湖南这一边他们这种房子都流行做这种门，这个门呢就是方便就是做一个防护措施，可以把大门打开，这个门呢暂时可以挡一些小型的这种动物或者是里面一些小孩子防止他们往外面跑、外面玩，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设计叫纱窗，但是它就是替代了纱窗，只不过它做了一个老一辈的这种设计吧。这是一个蜂箱，我们看看里面还有没有蜜蜂。应该已经荒废了。现在没有蜜蜂了。好，我把它盖好。这里呢还有石磨，所以这一家人以前住在这里面自给自足，过上自己的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周边还种植了很多这样的经济作物，只不过现在已经荒废了，我们就看不到它的一些成果了。像我左手边，它种了一些橘子还有枇杷呀。看看后山，它上面是不是有做过一个开发？我们简单看一下。这边还有石磨。爸爸刚刚介绍了。哎呦！小心不摔跤。然后呢，这里全部是石头
搭建和垒建的一个房子。它这个后山呢，看起来啊，它这里也是做了一个开垦，但是呢，也是荒废在这里了。这上面还种了这种桂花树。它这边的整个墙壁呢，爬满了爬山虎，但是现在因为登基了，所以爬山虎慢慢很多都枯萎了。看这上面还有气生根，就是这种小脚可以扒住墙壁，然后使自己一步一步爬过来。看上去这个房子，它上面是做了一点点装修。看这个房子，它上面用的是那个玻璃钢，重新翻修了一下，要不然漏水、漏雨进去，这个房子就很容易倒塌。以前在农村啊，都喜欢用这种石料，在这个屋檐门口啊搭建起来、垒起来，作为一个台阶。而且在这个深山里面呢，这种石头啊随处可见，所以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山里面的这些村民，石头是不缺的。这个摄像头看上去已经是废弃了，因为电啊，可能是这个主人呢把它关了。它这个上面它设计的是一个吊脚楼的形式，上面还有仓库。然后它这个门框设计啊，和有些地方设计还是有点区别的。它的这个外檐不知道是雕刻的这种梅花纹形式，还是做的一个其他的设计。然后呢，门檐上你看还有路，所以以前这户人家在这个地方生活啊，都还算是属于有钱的人家。它这里还有雕刻的小路。爸爸刚刚看到了，看看它这个泥土房啊，它里面的材质啊，用了石块在里面混合在一起，修筑了这个墙体。整个这个木的门框全部是木质结构，这里还有这个斧头。这个位置可能是一个鸡笼，把这个石块拔走，这个鸡就从这里面进进出出，有可能啊，这是爸爸猜测的。确实有可能，因为它里面有很大的空间。对了，因为爸爸就是农村的，所以爸爸以前就是从这样的日子走过来的呀。还记得我们看过的那个齐白石故居，他们家的那种鸡楼是在卧室下面，这里的卧室下面。这个房子它是沿这个山体而建，你看前面就是整片的石头山，它这里还有很多这样的木材。当初这个主人呢，搞了这么多木材，就是过冬用的，或者是平常啊烧火做饭。因为在这个山里面呢，虽然电拉通过来啊，可能不超过4年，但是这位主人呢，可能还是耐不住寂寞。再一个，这个山里面的条件呢，真的是比较苦，就这么一家人生活在这个位置，没有网，只有电。水呢可以用山泉水，因为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啊，山泉水非常充足，1年4季都会有。那么就在这个位置呢，可以弄上一个太阳能或者是风能这样的装置在这个位置啊，也还是不错的。刚刚我们忽略了一个物件呢，就在这个进门口这里啊，这里一个小机器，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不知道。这是打米的呀。打米的？对呀，这是小型打米机啊。看看。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人，他们不可能把粮食挑到山的外面去啊，出去的话要5、6公里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就会买一个这种小型的打米机啊，自己来打米啊。
还真的很小。我们刚刚忽略了这个物件，但是这里面已经锈迹斑斑了。整个它这个屋子的房顶啊，它还是做了一定的改善的，做了一定的修缮的，所以里面应该是不会渗水。但是这个房子再过个20-30年，如果不再做一定的维护修复啊，都还是有倒塌的风险。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墙壁啊，还是有一些雨水渗进去，再加上它这个全部是这种泥巴房。保守，我个人估计应该有个50年到80年了。刚刚沿着这个房子啊，周围转了一圈，发现它这里啊，还是种了很多一些东西，像这个柿子、芭蕉、板栗、橘子、柚子，还有桃子树等等这些农村里比较常见的这些水果。但是呢，随着人走茶凉，人去楼空啊，现在我眼前的这一片土地全部荒废了，杂草丛生，已经看不到往日的生机了。留给这里的只能是一片静寂无声。这里有水有电，但是没有网，让人待久了会比较乏味。这栋房屋的主人就是因为这一点，即使国家为他拉了电线，他也还是耐不住寂寞，离开了深山。观看我视频的朋友们，你们愿意在这里过上隐居的生活吗？好啦，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